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诺曼的减法教室。那我们今天一样分享减法教学。很多同学敲碗说想要了解刘海该怎么修剪，或者是脸型该怎么判断。那诺曼这一集就是精心为你们准备的。我们今天教学内容就是如何用3个步骤去了解你的脸型的修饰跟比例，包含刘海该怎么做修剪。好，那如果还没订阅这个频道的话，记得先帮我订阅这个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才可以第一手收到诺曼的影片分享。那我们现在教学就准备开始 ，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修刘海的教学，还有再来就是分析一些我分享给大家说脸型怎么去判断，然后选择一个适合你自己的刘海。我们要剪刘海之前啊，我们先来判断一下自己额头的宽度跟高度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。就是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，其实你要帮自己修刘海，很容易修完你就觉得很丑。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的第一个就是额头的高度，额头高度怎么看？你先伸出你的手指头，然后去比如它是3个手指头还是4个手指头，然后我们从侧面这样看，像它的额头啊是前面这一块，侧面看一下，你看啊、它侧面在上面，它反而是凸在上面。有些额头是扁的，有些额头是凸的，那有些人凸在上面，有些人凸在前面。那像这个模特他的话，他额头是凸在上角的，所以就会变成他刘海只要一放下来，如果没有去做一个造型的蓬度的话，很容易这边是贴在这里，然后它会顺着这个凸角扁下来这里，所以你会觉得他刘海如果不整理，由于它的细软发，很容易是直接贴在他的额头上。宽度怎么看？就是从他的眉峰，从每个人的眉峰就是眉毛的最高点，往上来。那你会发现它的发际线就比较旁边，所以它的额头刘海只能修到这2个角，不能再往旁边框过去。如果再框过去，就会变成你的颧骨跟下巴会整个被放出来，就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对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脸型好看的话，一个好看的刘海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的刘海的宽度，如果你要帮自己修一个平的刘海或旁分的刘海，要很注意的就是你的平的刘海是要平在哪里。有些人切得很旁边就会变这样，然后有些人做一个旁分的刘海的时候啊，高度啊，像这边的开口的高度也不知道放在哪里。那我先跟你们说，第一个，你先测量完我们的高度之后，再来测量宽度。宽度的话就是像它眉峰在这边嘛，眉毛的最高点。那眉峰在这里的时候，从这边修饰下来的刘海的脸型就会比较多，就不会把它这2块特别宽的地方放出来。所以我们在做这样的修饰感跟开到这里是2种视觉效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一个修饰。恭喜你，攻击完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啊，每一个人啊，刘海都不太一样。有些像他的部分，他的发流，我们的高度跟宽度看完了之后，第3步骤来看他的发流。你先看你的发流的走向，上面这边，比如说你头发都是往前的，还是往这边，还是都往这边，每个人的发流不一样。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可能会有个旋在这里，旋什么？也就是他头发是这样长的，或者这样长的，就是一个漩涡，会长在刚好刘海的这边或美人尖的这个地方。这些也算是比较少见的刘海的状况。那这种在修饰上就要更注意厚度的加强，或者发流的调整。那今天这个部分啊，这个模特它本身呢，最主要的困扰就是第一，它刘海很容易开掉；第二呢，它头发很细，所以你要帮它修一个好看又蓬松的刘海，这就是今天分享的重点。好，然后在修刘海的时候啊，我们一定要先做一件事，就是先把第1层的分区先分出来。第1层就是我们随着它的发际线就是在这边，发际线第1层先把它分起来。好，第1层的分起来之后呢，第1层怎么抓？就是随着你头发的发际线预留1个手指头，这一层大概1个手指头的宽度来称，1个手指头的宽度，那就是它第1层的一个刘海。让我们把这刘海往前梳，然后再来决定说我们是要让它剪平的，还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氧气刘海、空气刘海，还是旁分刘海。2边这里直接塞到耳朵后面，来看一下，像这样的效果，好，那这样就是第1层的刘海的修饰。好，那今天要帮他修的是一个旁分的一个刘海。旁分的话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像它这边很容易开掉，那我们在分线的时候，就会先去抓
以这一个发际线为主的一个旁分效果。然后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分线的这个开口要怎么去抓。然后像我的话，像他现在这个脸型的部分，我们就以眉峰当中心点，眉峰当中心点，然后放上来，眉峰上来的位置，这样去抓一个旁分线的一个效果。我们先取一个，就是说我们要让它做的一个长度，原始长度，像它的长度大概在这边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它直的往逆方向，它的刘海我们往这边去带，然后带下来，它刚好你手指头会刚好在它眉毛的，你会看到它眉毛的位置，这样去做修剪，就等于说我们剪完的时候，长度会刚好有一个手的一个宽度一个分界线，然后这样放下来，会刚好大概在一个手指头的一个位置。然后再拨过来，然后这个位置你只要把它分过来，就是一个会刚好落在它这边眉毛的上方，会刚好落在眉毛这里。好，那第一片的基准点剪完了之后，来我们剪第二片，分过去一样，逆的方向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多出来的一节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把它修掉。好，这样修完之后，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它是往前放的时候，你看到它有一个斜度咯，有一个斜度，那我们再把它拨回来，它就会刚好顺着这个轮廓这样过来，在眉毛这个位置，我们直接，这是刘海，刚刚剪的刘海，顺着它旁边的发际线，然后这边去做一个弧度的开口，这样做一个脸型的修饰，像这样一个弧度下来一下，它会刚好去修饰它脸角的这个位置的一个长度，然后这边一样梳下来，因为这边的长度啊，其实就是做这边的修饰，所以这边我会直接依照它眉毛的位置拉起来，对着它眉尾这里去做一个切口的一个修剪，这样切口的一个修剪，这样慢慢修下来，然后像它两边这边的长度就不要留到那么长了，大概抓在下巴的位置。我们就拉下来，对着下巴的位置直接修掉。记得我们刚刚分线的位置在这边嘛，所以刘海上面的位置也是从这边开始去做一个侧头部的分线。你会看一下它的线，你会找一下你的线，然后往前拉到我们刚刚分的这条线，这中间就直接往旁边梳过来就好了。这样我们把这一层分下来，分线也分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来侧面看一下。我们顺着刚刚剪的这个长度去做一点修剪，然后修剪的话就是顺着它刘海的刚刚修的那个基准点，侧面直接这样修一个弧度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有说过这样的位置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很好去做一个脸的修饰。那另外这边的话，我们刚刚分第二区下来，第二区。然后这一层刘海我们分3个区域就可以了。第一区就是设定导线，第二区是中层的厚度，第3区是外轮廓。所以这一区分下来之后，我们一样往另外一边反方向去做提拉，然后层次不要抬太高哦，一样大概贴在它额头这里的位置就可以，然后去做修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侧面一点的我们一样往反方向提拉，然后去做修剪。这个部分我都是用点剪的部分，为什么要用点剪？是因为点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这里会稍微有一点锯齿状的效果，会比较柔和。如果你全部都是平剪，它会非常的硬线可能会太明显，所以效果就没那么好。好，最后一层第3层一样放下来。然后我们稍微把它梳下来，然后一样往反方向去提拉，这个部分都是平的哦，平的提拉完，然后反过来，你会看到刚刚修剪的长度跟你的刘海，那我们直接把它修剪掉。这里一样顺着这个层次去做修剪。好，修剪完之后呢，来哦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拨过来。你会发现，它会刚好在眉毛这个位置，然后有一个简单的弧形，但是又不会太长跟太短。所
然后侧面一点，然后这个弧度啊，一样去把它修饰出来。那怎么修呢？刚刚我再教一次，顺着这个脸型的轮廓，这边最长的地方在颧骨这里，然后去做一个保留，然后往上做修饰。然后这边的位置，我刚刚说过，这里保留到下巴就好了。然后如果你这样剪完啊，会比较有一点硬线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内层这里去掉一个角，去掉一个角角，外层去掉一个角角，它就会保留一个尖锥形这样的轮廓来。我们正面看，就这样的感觉。这是没有做任何整理的，还没有吹，没有做任何吹整的一个刘海的修剪的效果。这样完成度大概就是80%的。然后最后20%什么？就是它的造型。比如说你要出门的时候啊，怎么去整理这样一个刘海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再来，它头顶是非常塌、非常扁的。那我们今天我推荐大家一个小技巧，今天分享另外一个小技巧给大家，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扁塌的头型。好，那我们需要一个工具，就是这个，是这一个，这是我们应该蛮熟悉的，这种就是发卷。然后这一梗给大家看一下。它这种发卷跟一般发卷比较不一样，是你会看到它就是有一点，它是没有那一种羊毛毡式，它是本身就有一点线条的。那为什么今天会推荐用这个？这个是我们在韩国买进来的。比较扁的话，我会教大家出门前花个5分钟的时间做一个这样的很简单的整理。你只需要3卷，你只要3卷。然后第一卷就是加在发旋的左右各1卷，来看好。这里拉起来，它的厚度大概就是一个手指的厚度，然后放在发根的位置，然后这样压着，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第2卷，发旋的另外一边，我们要拉一个手指的一个宽度，一个手指头的宽度，这样拉起来，然后发卷一样，来侧面一点，来再看清楚一点，放在发根处哦，发根放着，然后这样放下来。好，那这样都完成。如果你怕它会掉的时候的话，用夹子稍微夹一下，就是我们压着之后啊，发根这里稍微用夹子固定一下，然后另外一边也是，侧面这里，来夹子压下来，固定一下，这样简单的固定的，你不需这两边用一个发卷稍微固定一下，它效果会非常的好。然后最后一卷就是刘海，刘海的话，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个区域，刘海刚刚修剪完了的地方直接拉起来，然后拿一个发卷，从刘海这里直接卷进去，然后稍微这样直接平的卷进去，然后它会直接卡在里面的那种感觉，它会这样卡着。然后如果你怕它会掉，一样用夹子稍微把它固定一下。然后来侧面，夹子固定的时候啊，就是从侧面这样夹进去，可以，它会夹到有一点点发根的位置。好，这样3卷固定完之后，有2种方式，一种的话就是自然停留5分钟，你5分钟不要理它，然后去化妆做其他事情，好了拿下来，它造型就完成。那如果今天很急的话，怎么快速完成呢？今天分享一个技巧给大家，就是你可以用吹风机。然后吹风机你用风速最小的，然后温度不要变，一样是热风，温度最小，就是风速最小的。然后在上面这里稍微吹一下，然后吹的时间就是3秒，吹3秒，然后停3秒，再吹3秒。我示范一次，这样1、2、3，然后停3秒，1、2、3，然后再吹3秒，然后停3秒，然后再一次。好，这样反复一片3次就好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吹一下，1、2、3，然后停3秒是冷却，然后再加热，然后再停一下，然后再加热，然后再停一下。刘海的话，1、2、3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再来1、2、3，然后最后啊，我们就是把它拿下来。那要去哪里买那个发卷？韩国啊。我说认真的啦，那只有韩国才有啦。我也是请人家代购拿进来的。一般发卷也是可以代替，只是一般发卷因为它有一些羊毛毡的一个效果，它就没那么卡。
它比较没办法卡住。我用过太多发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但是我不是帮他代言，只是我工作就是用这一个。好，你可以看一下它跟原本的一个造型有什么差别。来，我们看一下造型前，回来造型后，来我们对比一下造型后的一个效果，看一下。它刘海这边啊，它两侧放下来修饰度，然后这边就是去修饰它的颧骨跟脸型的部分。另外一边，那你会发现哦，这样它侧面看哦，你不会觉得它额头是凸的，因为它头型这样，刘海这样修饰它的整个效果，修刘海的方式就完成了。那如果你对于这个发型还有其他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这个发型下面留言。那你也可以到我旁边附上 IG 这边去提供你想要了解的发型的照片，那我要拍影片跟你们分享。那这边要附上这个模特儿的 IG 的连结，他是一位彩妆师，大家可以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他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吗？因为有人被要了，因为基本上每个女生影片下面都有人在，可以给我 IG 吗？好，我会直接附在旁边这里给你们。如果看完这影片的话，最后一个活动就是，如果你在这影片下方留言，我会抽3组韩国的发卷赠送出去。你只要留言我想要发卷，再一段对诺曼讲的话，这样我就会送给3位同学。然后目前还是只限台湾的同学们来抽奖咯。那我们今天的话，影片就到这边。那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